來看桌上有什麼嘞？就是很可愛的圓乎乎的小袋子。這個袋子真的很小，你看拿在手上就是這樣，但是它容量非常大哦。那首先我們先看它的外形哦，就是有圓弧的袋蓋、圓弧的小口袋，然後而且是立體的小口袋。好，那它不只是裝飾用，它也蠻實用的。那我有做了不同的花色，這個是有點那個像台灣的這個圖案的這個窗花圖案，有小籠包啦，有101啦，有漂亮的這個窗花圖案。好，然後它有3個顏色，這裡有2個顏色，另外一色是等一下我們要做示範的。我們先看一下，它後面還有一個後袋，一個大大的這個後袋，所以呢，這個也花樣我是覺得還蠻特別的，而且就是質感很好。然後呢，還有這個我很喜歡的這一塊那個剪影的這個花葉哈，它就很像那種早晨的光線透過來哈，打在這個窗戶上的這種剪影的圖案。那側邊呢是上窄下寬，所以呢它的體積不會很大，但是容量很大哈。那上面這個袋蓋呢剛好卡住，所以你就算沒有拉鏈呢，因為上窄下寬，袋蓋又大，所以它東西也不太容易掉出來。那還有的就是這個小貓咪哦，因為我真的是很喜歡小動物。那這次呢用了不同的小貓咪圖案。好，这裡有3個，那它各自是2個花樣，一個是有點慵懶在撒嬌的三花貓，一個是這個貓咪的頭的排列圖案。那每一咖呢都是像這樣子，那都有就是2用包，而且我告訴你，它裡面都沒有塞東西，它就可以很挺。好，我們把袋蓋打開之後呢，我們这個提袋可以拉出來，就是可以肩背，然後也可以手提，是不是很方便？那重點就是我剛剛說的容量很大。好，我們來看容量有多大，來拿它來示範咯，新花樣來示範一下。好，首先呢，它後面有我剛剛說有袋蓋，那活動的鈎環呢，就是可以讓你肩背、側背，看你愛怎麼背就怎麼背。你也可以把它是伸縮的哈，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弄短一點。好，就背在我們的單肩背這樣子。然後呢，它袋蓋打開可以放長夾，而且可以橫放，哈，非常讚。你看這個容量真的很大，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放別的東西，所以你就是裝多一點東西也不怕。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內袋，然後後面呢就是可以，當然手機你也可以放裡面，但是平常手機、電話講一講，隨手就是可以放後袋。那前面可以放什麼東西呢？前面我們可以放一些比較基本常用的東西，就像我會帶這個眼藥水啦，或是護唇膏啦，我們就可以放在前面這個地方，我們就不用另外再放那個化妝袋，哈，不用另外收，然後就可以小藥膏，好，就給它放進去，好，然後袋蓋呢也不用，因為它是這個立體的，所以它容量還蠻大的，然後袋蓋就把它直接這樣蓋起來就好了。那你另外一邊也可以，如果你有像 AirPod 還是耳機啦，還是袖珍型面紙，就可以放進來。這樣子呢，整個袋子你看放了東西之後，它袋型也不會塌，而且就這樣小小的就很實用，背起來很可愛。它真的是本人比這個照片還要可愛的一個好包，然後就是這樣圓圓可愛的。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做這一咖，你看真的每一咖都很漂亮。那我們要來介紹一下它的這個裁片。好，那它這個袋子呢，左右2邊是對稱的，口袋2邊是對稱的，後面就是一個大外袋，難度也不高，就是抓那個比例就好了。那首先呢，就是好，我來瞧一下鏡頭哈，免得那個看起來很遠。突然不會瞧，好好笑。好，這個是肩帶的部分。那肩帶我這次就先做起來，因為之前教過太多次了，所以我們去往上一篇看那個樹懶呢，還是其他的都會有教比較這整個的做法。然後還有提帶，然後還有2個這個低循環帶，然後一個布標，然後有前面小口袋的袋蓋，還有前面的小口袋，因為是立體提帶哈，所以它有做這個折紙。然後呢，一個大大的袋蓋，側邊上窄下寬的這個側邊，然後還有後袋跟後袋子孫，後袋還有袋身跟裡袋，就這樣，所有材料就這樣，我們就要來開始做嘍。好，那我們首先呢，還是一樣哈，幾乎每咖袋子都一樣，從這些雜七雜八的零件開始做。所以呢，我的提袋已經先做1條了，現在來做第2條。好，先把它做起來備用。
那這都直線的，就還蠻好車的。把它四周車起来就好了。好，那這個提袋呢，跟這個背帶都是最後最後再來用。然後呢，接下來我們來做帶蓋。那帶蓋要做之前呢，我們記得先把磁扣給固定上去。好，那我們磁扣一邊是在帶蓋，一邊是在帶身部分。那個帶身部分的磁扣呢，我已經裝好了。那現在是帶蓋的部分，就是一樣裝給大家看，因為兩邊的裝法都是一模一樣，剪2個洞，然後把它的角插進去，然後再把後面的那個鐵片，好，把它固定放進來。誒，我的鐵片。好，放進來，然後拿出你的夾子或是錐子呢，把它往內凹，這樣子，錐子往內凹，就像這樣，錐子拿起來，用它的這個底部的地方，好，敲一敲就好了。所以還是買個夾子啊，因為蠻便宜的，好，有個夾子不用在那邊敲，好，然後呢，布標先給它放上來。那我們中央線都要記得先做哦，布標，給它放上來。我這個布標是有上下的，所以你不要放反了，就蠻好笑的。那我通常都是不太畫記號，都用折的，然後去對它的那個中央線記號，這樣子，那就把它車起來。這個布標真的很漂亮，然後就是很百搭哦。我設計了2款，一個比較可愛的，一個比較文青、比較有氣質的，都很好看，像這樣子。好，我們布標就做好，然後呢，就把布標車完之後，我們就把中心點把它對準好，然後帶蓋呢就車這個周圍，把它車起來。那大概因為這一咖呢，強調就是有點可愛的弧度，所以弧度啦、那個帶蓋啦跟口袋呢都是有弧度的，好，就慢慢車。那我們車帶蓋的時候呢，稍微把表布往內擠一下。好，什麼叫往內擠一下？就是讓它有點這樣，這裡有點多蓬出來，這樣下面那一層比較不會跑出去。然後就拿出我們的鋸齒剪刀，把它多餘的縫份剪掉。好，再把它翻到正面來。那翻到正面的時候，你可以拿出我們的萬能小竹塊，把它推一推，這樣你就不用用手進去在那邊摀一包哈。萬能小竹塊在裡面就像雨刷這樣子，它就可以蠻圓的了。然後呢，如果不想燙的話，基本上這樣也可以壓線了。要燙一下也可以哈。你們如果覺得想要先燙一下，再把它壓線也是可以的。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多餘的線呢？當然是說你有先燙完之後再車會更漂亮一些哈。那因為我示範給你們看呢，就不要這樣來來回回的歐北照哈，就是在這邊直接車。那像這個有時候會有角度，你就用指甲的尖端有沒有？還是用錐子的尖端？好，用錐子的尖端，像這樣有角度，你就稍微給它推進去一點，然後再做壓線，這樣就可以很平順。那如果覺得它有點點內凹哈，我們就給它稍微挑出來一點。好，如果你沒有先燙的話，這樣就可以了。然後再把上面的車起來，這樣帶蓋就完成了。然後中央線剪起來備用。OK， 接下來是這個前面的小口袋部分。那前面的小口袋呢，它是有表布跟裡布，對不對？然後呢，兩邊的口袋都一樣，還有帶蓋。那我們先來車一邊車給你們看，另外一邊我就可以把那個什麼，用那個快動作把它車起來。好，首先呢，
我們先把折紙車起來，下端都有折紙，它才會立體嘛。兩兩 one。two 一個口袋有2個折子，那這邊有2個折子哈，只是我貼襯的時候呢，我還沒貼襯之前，我不會先把它剪開啊，免得對不起來，蠻討厭的。比如說你表布已經剪好了，裡布那個布襯貼上去的時候，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對不太到，有沒有？所以乾脆襯貼一貼再來剪這個牙口，再把這個折子多餘的剪掉，好，像這樣，啊，就很完美。這邊也是一樣。好，接下來我們要來車這個小袋子。好，那我們注意一下哈，這個袋口的部分呢，請你跟我這樣做。我們在這個袋口的邊緣呢，因為我以前也不會這樣做，現在我會這樣做，是覺得它的邊緣收起來更漂亮。把這個2塊正相對之後呢，把邊緣一起折上來。我們先車袋口，從袋口這邊開始車。車完之後呢，我們反口就留在這個比較直線的地方，因為下面都是圓弧嘛，你留那個反口的話，它會不好收邊，所以我們跟着這個有點弧度的袋口跟着跑，然後呢，這邊的縫份一邊朝左一邊朝右，才不會太厚，跟着它的側邊跑，記得一邊朝左一邊朝右哈。那基本上呢是表布縫份倒中間比較好看一點。好，接下來側邊這一段，我們剛剛不是折進去車，因為也要留反口，所以我們大概車到這裡就好了哈，就是要留一個反口。好，這裡就是反口的位置，沒有車到。然後呢，弧度的地方怎麼樣？再剪牙口。那上面的地方是往內凹的那个什麼弧度，所以這裡要用剪刀把它這樣子剪一下，多餘的縫份直角這個轉角的地方多餘的縫份剪掉。好，那這邊跟這邊很明顯就長得不一樣，沒關係，我們從這個地方，從這個反口的地方呢，把它翻到這邊來，你就會看到側邊會比較漂亮了。首先呢，這個轉角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稍微還是把它翻回來，稍微折一下，再翻過去會比較美。像這樣，喂，這個先讓那個頭看，好，像這樣。那這一面呢，它就會變成像這樣，直接可以折進來，這樣它的上緣呢，邊緣會比較整齊，比你車一點點，然後留反口留在這裡好看很多。你有沒有發現？對不對？所以我現在這種口袋呢，比較小一點，然後下面又是弧度的，我的反口留在這一端，就會這樣車。好，然後呢，我就把袋口的地方呢，把它車起來，先壓線。那另外一邊做法一模一樣，所以呢，等一下我可能就是另外一邊就快動作把它做起來。那我先車一邊給你們看，好，然後呢就是要車袋蓋的部分。那袋蓋呢一樣正相對然後呢布襯也是只有貼一邊就好了，然後就把弧度車起來。那如果你覺得弧度不太好車你就是針目調小一點點才不會覺得說弧度一下子就車過頭了，變成多角形。好，那一樣袋蓋的這個表布呢，你看有沒有？表布我也是讓它有點蓬起來，然後多一個，然後再來縫份，因為是外弧度，看遇到弧度就要幹嘛？剪牙口對不對？然後呢，我們就來剪完之後，長得像這樣還蠻漂亮的嘛。再把它翻到這邊來，
翻到這邊來之後，我們再四周壓線壓起來。哎，我線掉了，怎麼會這樣？不知不覺它就給我掉了。哎，今天穿線怎麼這麼順利啊？我的穿線器都還沒出動哎。好，我們就把弧度呢，這個帶蓋的這個周圍把它車起來。一邊車的時候，一邊把那個下面那一層稍微這樣戳進去哈，它就不會跑出來。好，那我們很建議啊，你們這個地方呢，先用熨斗稍微燙一下，哈，把它燙死一點，等一下會比較好車哈。所以小熨斗這時候趕快給它拿出來啊，因為這個體積很小。好，小熨斗拿出來，然後呢，我們把它燙一燙，要來把它縫在我們的什麼東西呢？表帶身哈，外面這個帶身上面。那這個帶身上面呢，我已經有先畫這個什麼前面口袋的形狀，等一下就要壓在它的上方。好，所以中央線呢，你畫了這個之後，中央線先畫一下，去做個記號，比較不會歪掉。那我們的熨斗呢？加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還沒有買這支小熨斗的人，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麼，趕快買起來。好，我們就像這樣把它燙一燙就好了。把這個弧度呢往內，不要互打哈，往內燙一下。像這樣把它燙一燙。有一個好尖的呵，就是讓它扁扁的，這樣就好了。好，就像這樣子。那帶蓋的地方呢，我們也稍微燙一下好了。反正熨斗都燙了，其實它現在還沒完全加熱完畢，但是已經可以燙得很平整了，蠻誇張的，就是了。這真的哦，加熱完畢了。那它也可以加蒸汽哦，哈，加水之後它就有蒸汽跑出來。你看，不該吸跳跳，有沒有？你看，有沒有？然後那個，因為它真的很燙哈，所以你燙完之後記得關，收到旁邊去，不要燙到自己哦哈，因為它真的蠻燙的。好，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把這個口袋呢放到帶身上面去。所以我們這樣對折之後呢，用那個粉土筆或是消失筆哈，不要用鉛筆哦哈，就是把它要用能夠消失的東西，把中央線呢記號做起來。那中央線記號做起來，跟你原先這個地方的這個中央線記號，把它合併之後，用珠針固定這樣子，然後我們就要來車這個周圍，好，把這個袋口車起來，把這個小口袋車起來。那我有畫線畫淺淺的啦，因為我不喜歡畫很深哈，所以你們那個版型上面會有那個什麼鬼啊？會有那個記號線哈，你們就要記得按照那個記號線去畫，你的袋子才不會歪掉。然後就像這樣把它車起來哦。那你不要把它拉平車呢，因為它是有折子的哈，所以你要順着這個弧度哈，跟着那個弧度去車，跟着上面的記號線去車。它是會這樣有點蓬起來的，你把它拉平就很好笑了，因為第一就是變形了，第二它也沒有什麼意義哈，沒有一個立體口袋的意義了。好，這樣子呢，你看你的小口袋有沒有立體感就出來了，是不是？然後再把帶蓋呢給車上去。那帶蓋我會蠻建議你們大家可以這樣對着比一下。左右有沒有一樣高？哈，有一樣高再車呢，要不然你的帶蓋呢，車起來可能會不平衡。好，然後呢，把它放到上面來。好，它的那個帶蓋呢，會比袋口大一點點。好，這樣才能完整包覆住。
然後把它折下來，再壓線。这樣我們的袋蓋呢，我們的這個立體小口袋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簡單？那等一下我就要來車另外一邊哦。好，那口袋呢？前面2個口袋都做好了，就像现在这樣，是不是蠻可愛的？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把那個什麼蛙哥啊，我先把這個後袋後面的那個口袋呢，先把它車起來，因為可以做的東西太多了，害我一瞬間不知道要從哪裡做起，就每一個都是部分的感覺。好，我們把這個外袋呢，後面的這個外袋呢，先把它袋口車起來，車大概在你縫份你的布襯貼上來大概0.1公分的地方，好，這樣呢你翻過來的時候，裡布就比較不會跑上來，好，它就自然會往內縮進去。然後呢，再把它放到你的後面的這個後袋身來，好，那它上面會比較袋口會寬一點點哈，就是為了怎麼樣？等一下我們翻到整咖完成的時候呢，它才不會有內外圈外袋卡卡的感覺。所以我們在車的時候要稍微往內拉啊，咱是往內瑞拉，咱是布料往內拉哈，來剛才就是這樣稍微往內拉，讓它有一點這樣子那個捧起來的感覺。這樣等一下我們袋子等它做好的時候呢，它一盯住有沒有？它就會平了，對不對？這樣盯住它就平了。好，接下來我們來把那個什麼提袋什麼車一車，等一下才不會忘記哈。那我們的提袋呢，我的版型上面有畫那個提袋的部分是有點尖尖的，那其實你也可以像我這樣車直直的之後再來把它修正。什麼意思呢？因為如果你這樣子直直的，這個提袋的地方呢會扭住的感覺，所以呢，我們最好是做這樣斜斜的，那就是這個轉角這個地方要把它剪掉，好，這個邊邊的地方呢要把它剪掉，所以你可以比完之後再來剪你就會發現你有沒有剪錯，有沒有看到？它這樣就不會扭住了，好。
因為它的提帶短短的啦，這顆帶子不大，所以你的提帶呢如果很長的話就不好看了。好，所以然後順便把帶蓋呢也一起車起來，就像這樣把它車一條。哦，該固定的把它固定，不要最後你忘記車帶蓋哈。因為我常常發生這種事，車一車之後，我的帶蓋又要拆，就蠻好笑的。好，像這樣子，我們提帶的地方就完成了，你看都不會扭住。好，那前片的地方也是一樣，先把它凹起來，你就知道你要剪哪一側，對不對？多餘的地方呢，我們就是要把它剪掉。但是我版型還是要畫一個斜斜的給你們看的，不然有些人會怕會看不懂。好，那我們提帶再把它固定，或是有些人都忘記要剪這個缺口，剪一個斜度。好，這樣子呢，我們的外面這個做好了，对不對？然後接下來是裡帶的部分。裡帶深的這部分呢，我把裡帶也車起來。那裡帶其實你也可以用像剛剛我們車小外帶的方式，什麼方式嘞？就是折邊，把這個下面這塊布呢也拉出來，然後一起往前面折，像這樣。車這種轉角的方式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看心情，想要這樣車就這樣車。好，這樣車完之後呢，再把它翻到正面來。然後把它放到適當位置。什麼叫適當位置？我真的很愛，因為它沒有一個一定要放在哪裡。那因為這個袋子没有很大，所以不要放得太高啊，放得太高的話很容易東西就跑出去，所以我們就盡量不要低於那個縫份就是低一點沒關係。然後就把它車起來。剛車過頭了，好笑。好，這樣車完之後呢，我們先來上裡帶的這個邊邊好了。那邊邊要上的時候呢，你有沒有發現我裡帶的這個上面都有貼布襯，這樣你的帶口呢挺度就會更漂亮哈，包括側邊都是有貼布襯哈，側邊就會比較美。然後呢，我們先把中央線做出來。你看我很懶得剪牙口，所以我都會把它這樣折一折，因為你要這邊剪完又剪這邊，對不對？所以呢，我就會直接這樣給它對折過來。直接兩邊一起剪，這樣是不是給做緊？要不然有些人說做一個袋子要做很久很久嘛，其實就是有一些步驟你可以省略的話，就也不用太為難自己啊。可以省略的話，我們就把它省略掉那做的又快又好。好，中央線固定，然後呢，就從左邊車到右邊，右邊車到左邊，看你愛怎麼車，就把它車起來就對了。然後呢，因為我们有牙口了，对不對？所以這裡就很好車了。車到這裡的時候，不要再毛起來車，從這裡對下來，從另外這一側對下來，這樣你就知道你這個弧度呢的鬆分要抓多少。对不对？好，再來接下來另外一邊也是中央線對好。好，那這個我們就要留反口咯。不要兩邊都車得很密合。好，你等一下車完的時候，你不知道從哪邊翻到正面去。好，這樣子把它車一下。車到下面留反口到直線一彎過來留直線的時候，我們就停下來因為這袋子就小小的，所以如果你在這個反口又留更小的話，你等一下要翻的時候呢，很容易把袋子擠到都變形了。你還要
重新燙的很辛苦啊，所以我們就是寧願反口留大一點。好，這樣呢，李戴森就做好了，就到一邊去。好啦，開玩笑。接下來是做這個側邊哈，表布的側邊也要給它中央線做起來。那因為它是表布有貼襯比較厚，所以我們這次就對折乖乖的一次剪2層就好。好，這個牙口先剪起來，很像在切菜哦。好，這樣子之後呢，一樣中央線先對好。那我剛剛說磁扣一邊在帶蓋，一邊是在帶深，哈，就是在這兒。然後嘞，中央線對好一樣，跟剛剛一模模一樣，我們再把它車起來。所以其實你們可以先車裡布呢，就可以先練習一下那個手感，好 ，OK 了之後再來車這個表布，你就會這個弧度你就會車得更漂亮。好，一樣幹嘛？我剛剛說什麼？到這邊的時候停一下啊，冷靜一點，我們再從這邊對下來，這樣你車起來才會左右才會均衡呢、啊，不然很容易車一車哈，你因為刺針還是拉布不平均，還是送布尺稍微哈有這個推擠到，你就會變成說左長右短，或者是兩邊就會不一樣長哈。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呢，讓它盡量的左右均衡一點。這樣車差就不會差太多。好，車到這個康咱們的時候呢，我就會開始又做中央線了，要來放D型環，免得忘記啊。你要是忘記的話，你就只能手提哦，就不能肩背嘍。好，那我們趕快把放了很久的D型環布料給它拿出來用，把它固定在這個中間。另外一邊也是。這個帶子的難度不高，但是就是那個車弧度的那個口袋的時候呢，注意一下就好了。其他說真的難度沒有很高哈，所以就是也是很好上手，然後又很實用的一個小袋，它也不算很小，一個中小型袋子。好，來繼續車，把這邊也車起來。車這種東西最愉快了，就是說它做起來又快又好，做起來難度不會很高，然後成品很漂亮，就會覺得很物超所值，你知道嗎？你做這一咖感覺 CP 值很高就是說你凊彩做的做碎的尷尬，然後看起來還很厲害啊，背起來又很漂亮，你就會覺得這種袋子就應該要多做幾咖，就還蠻開心的。好，記得要幹嘛？針往下，來，從這邊再對過來。聽聽我的勸，請你這樣做哈，忙後背，家己底下後背掐，好，安尼掐吼，就是又快，真的是我準備公歸爸爸呀，又快又好，對不對？然後你也會很愉快，對不對？不要說。每次要對這個周長都對不起來，那真的是氣心都命嘞啊！好，這樣車好了之後呢，美美的袋子差不多快要完成了，我們就把它翻到正面來。常常看到很多人說想要學手做然後又不知道怎麼入手，你們可以去聽我的那個 podcast 好，我現在有一篇是專門初學者的入手好，你們可以去聽聽不要害怕，不
不要害怕做不好，也不要害怕說一下子花很多錢。如果你會一下子花很多錢，那表示你買了一大堆不必要的東西啊。因為說實在的，並沒有說哦一定會，你說持續做很久，你當然是累積越來越多，但是不會說一下子，除了縫紉機貴一點點，其他應該都還好。好，我們把它翻到正面之後呢，我們就把這個裡布呢套在它的外面，啊，然後呢，因為我帶口都有乖乖的做中央線，所以我現在就是中央線把它對好，然後等一下帶口就可以直接車。好，那側邊也是，稍微給它對一下就好了。那我基本上像這個的縫份呢，我表布是往這個帶身哈，不是往側邊。那裡布呢，我就往側邊，讓它的這個縫份不會太厚，啊，也不會往上，哈，就是剛剛好的厚度。我發現哦，自從開始拍影片之後啊，發現怎麼那麼多那個名詞的那個音哦，同音異字那麼多啊，對不對？什麼內弧啦、太厚了，還有什麼？一下子也忘了，但是感覺就蠻多的。好，繼續車。那到縫份的時候，注意一下左右邊，哈。你不注意它也不會怎樣啊，但是注意一下你的成品會更漂亮啊！哎，成品漂亮，金石堂也漂亮啊，每一個都漂亮了。你看是不是？是不是那個同音異詞的超多？害我都講一些冷笑話。好，繼續慢慢的車一圈。這個帶口就是不要急，車的時候也不要用力拉哈，好心美，你的力氣不要用在這個地方哈，就是帶口不要用力拉，有力去拿去打小孩沒有了，拿去打老公，還是幹嘛的？不要把力氣拿來拉這個帶口。然後呢，它因為有一點弧度，所以我們稍微哈，還是給它剪一下，遠遠的剪一下牙口。這樣等一下你翻到正面的時候呢，就會比較平整，比較不會扭住啊。哦，它還是有一點微微的弧度。好，接下來我們就從反口這邊呢，把它翻到正面來。先檢查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就再來壓線，好，看一看，如果沒什麼問題呢，就把它翻，再把它翻回來，從這邊壓線會比較好壓，好，先把它這樣子，左手呢放進去你的帶身裡面，右手拿着提帶這樣稍微拉一下，好，那你的邊緣很快它就會比較服帖一點，好，然後我們再來做壓線。那壓線我們就是要把裡布呢往內哈，不要讓它痛出來。就真的不要用力拉哦哈，就是順順的車就好。我們要拉的只是要把裡布呢往另外一邊拉哈，不要讓它跑出来带口，這樣就好了。不是叫你垂直的拉哈，我们是左右把裡布往左邊拉過去。啊，它如果沒有跑出來，你也不用拉了，就這樣順順車就好。這個帶子因為不大哈，所以它蠻快就可以完成的。
那當然你們如果第一次做的話，可能會覺得說，好像也沒做的那麼快，這很正常，因為我已經做了很多咖啦，因為我會做樣本給你們看嘛，所以我就越做越熟悉，也不是說每一咖袋子我都可以一下子哇就做得很厲害，有時候也是要稍微想一下說，怎麼樣教你們會比較快，就是從我反正因為我不管什麼樣的方式我都可以做得起來，只是說要教你們的時候呢，我就會想說，哪一個方式對你們來說是比較好吸收的啊，比较步驟不會那麼複雜，然后做起來又好看，然后又不會說讓你們來翻來翻去翻到頭暈的那種感覺。好，袋口車完之後，我們就把這個反口車起來。反口車完之後，其實就車完了。那反口你也可以手縫哦，沒有說一定非要用那個縫紉機啊。當然，你這個袋子整咖要手縫也是沒有人會反對的啦。你歡喜就好，你也沒有裁縫車，很多人問說我沒有縫紉機，那我怎麼我可以手縫嗎？當然可以手縫啊，甚至日本有出一種膠水是在粘布料的，你有些人那個簡單的托特包，它是直接用粘的把它粘起來，是蠻酷的。然後就像這樣子，我們再用那個竹筷子把它稍微撐一下，讓它定型，我們的袋子呢就完成了。你看，我都還沒燙，它就這麼挺，有沒有？挺度很漂亮，都不會塌塌的，有沒有？然後呢，我們需要那個提袋的時候呢，就把它怎麼樣？把這個活動背帶呢，把它勾上來，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背在身上到處跑嘍，對不對？好，水當當，好。有沒有很好看呢？我們來把鏡頭抓遠一點，來，鏡頭抓遠一點，看一下有沒有？我都沒有整燙，你看這個前袋這麼立體，有沒有？然後呢，我們那個整燙的時候，就這個邊緣整燙就好，其他也不用怎麼燙，它就可以很好看。好，然後前面的小口袋，好，因為是立體的，雖然小，但是還可以裝蠻多東西的。那這個袋身本身呢，就是我剛剛說的，我們可以放長夾，沒問題。還有一個內袋，那我剛剛說內袋不要車太高，因為它一下子就到了。好，然後呢，大概把它扣起來，後面呢還有一個大大的外袋，可以放手機，可以放你隨身的東西。好，所以這個袋子呢，真的不難，然後又很好看，對不對？然後它這個花色有3個顏色，對不對？來看一下。我剛剛說長夾能夠放，看起來很小，結果呢，你看放進去剛剛一個好，非常的完美，有沒有？然後挺度還是一樣很好。你放了長夾，其實我剛剛呢裡面很多零錢，所以我長夾有點重但是呢它也不會塌，是不是很美？然後呢有不同的圖案當然你也可以說購買材料包之後想要再做其他的，你可以再選不同的花色去做。總而言之呢，這個刀包就是既可愛又有氣質，然後容量又大，然後體積呢卻不會很佔你的空間拿一個包包跟他媽要去修整啊，想要來帶用帶什麼物件？沒有，我們就是必要的東西裝一裝之後呢，就可以出門了，這樣子。所以呢，這麼可愛，然後又小巧，然後又漂亮的包包，圓弧狀的金件五勾錐，趕快做起來吧，拜拜。